She didn't know the waves when she was young, and her journey wasn't smooth or easy. But through determination, resilience, and her love for the ocean, she rewrote the course of her life. This wasn't an escape. It was a true transformation. Chung Yun-jung shows us the power of riding the tide. It's hard to imagine this woman, so at one with the sea, hadn't touched a single wave until she was 20. 我当初为什么会接触冲浪，是因为我哥哥有一任的女朋友很想要冲浪，然后我们就决定，就我妈妈也不反对去海边活动，所以我们就想说这是个休闲运动，然后我妈就带着我们去海边从事冲浪，然后结果我冲一次之后我就爱上了。Once upon a time, she was a Taekwondo athlete.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s filled her life, until one day she met the ocean. And from that moment, everything changed. 20岁左右还在读书，然后也还在练跆拳道。会从跆拳道转冲浪的原因，其实是就是会觉得跆拳道很无聊，然后加上那个时候正在转型，跆拳道在转电子护具，然后其实我的身高就会变得很没有优势。Leaving the dojo behind for the sea wasn't a retreat. It was a thoughtful, deliberate choice, a courageous turning point. 我当初要放弃跆拳道，然后转冲浪这件事情，我的家人是没有特别的反对，但是也没有支持，因为他们觉得冲浪能干嘛？然后我其实也因为冲浪，然后特地从台北转学到台东。我爸妈其实也是知道说我是为了冲浪转学下来的，他们也没有办法阻止我，因为我的坚持始终没有人可以阻止。She didn't leave Taekwondo because she stopped loving it. She left because, in the waves, she found a freedom and passion she'd never felt before. Starting late meant she was far behind in strength, stamina, and skill. The only way to catch up was endless practice. 跆拳道是一个很固定式的场地跟环境，然后冲浪是不是？冲浪是有各种变化，然后你没有办法掌握。我的身体是已经被跆拳道的当时的训练的状态，就是从小都是跆拳道选手，所以你的身体素质养成其实就是一个很僵硬，然后什么都是要靠力量啊，靠速度。可是，在冲浪上，它需要更多的协调性。冲浪会有很多上半身需要先带动的动作，然后当时我的上半身非常的不协调。But the challenges didn't stop there. 有一些特殊的运动项目，他们的发展很成熟，所以他们有职业赛，他们是有薪资的，比如像棒球、篮球这种都有职业队、企业队。但是在冲浪项目，它就是一个冷门运动，下水、靠近水、海边，像这样的活动，大家都是反对的。要把冲浪运动员变成职业这件事情又更加困难，因为大家都不支持，大家都是比较反对性的。When others doubted her, she silenced them with results. She proved that even if you start late, even if you're a woman, you can still shine in this sport. 冲浪对我来说，现在就是我的人生，然后他在教我如何面对人生的态度。在人生的旅途上有点小挫败的时候，你会跟冲浪一样，你要站起来、爬起来，继续往前走。我到现在还是很喜欢冲浪，虽然它很难，它真的很难。可是我觉得我的人生就跟冲浪一样，就跟这个大海一样，它就是永远就是很多的变化。那我们就是我就是不断克服，不断往前。Once a fighter in the Taekwondo ring, now a warrior of the waves. She never gives up in the face of a challenge, because she knows only by enduring every fall can she truly master the tide. The road wasn't easy. That's why Yun-jung made it her mission to pass on what she's learned, to share her journey from competitor to coach. 就前脚没有回来，然后后脚想要推，你有发现吗？所以你人就是这样，对，所以你才会往前。当初是怎么知道小蓉的？是因为我们中间有朋友介绍才认识的。我一开始其实是在网络上面，就是因为他有之前常常在比赛，然后他会有一些就是选手赞助的一些就是平台，但实际跟他接触是2023年，他有办一个欧3的比赛。
然后是那个比赛之后，我才来找他，就是冲浪教学这样，就是来当他的学生这样。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温柔又内心强大的人。你看破掉了，你看我中间那一块，这不是我用的。我现在豆腐已经进入另外一世界，你可以好好的吗？没关系啦，可以吃就好了嘛。我锅子放不下。就是他的 EQ 很高啦，我真的觉得他的 EQ 很高，就是很会处理事情。一开始我以为他很凶，因为就他不笑的时候，其实真的看起来有一点凶这样，但其实他是一个很有正能量的教练。但是他接下来的调整也会很细节的跟你说你要调整什么。因为这浪很缓嘛，所以你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有一点像是你正向的加速的感觉，把你的前脚拉到那个，你现在前脚在这里收嘛，你可以把你的前脚拉过来一点，然后再这样切下来就好。在台湾的冲浪发展还没有这么完善，在教学的观念上也会比较土法炼钢一点，你就是下去冲浪。但其实现在有很多国外的一些教学的方法，是有很多可以让大家提早领悟说，哦，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是让身体提早知道说我应该要怎么做。知道让第一个位置下去卡完，你看你用这个方式，你又用身体，你又用脚想要带下半，用脚带板子。还给我边笑，你看又来，你看又一样，有没有压在前面，然后把身体压在前面，然后这样转。我自己当然比较喜欢选手的身份，还是喜欢比赛，还是想要挑战自己，还是想要拿到好的成绩。但是必须要有教练身份，是你必须要维持平衡，维持生活平衡，你必须要有生活收入。很好荒谬啊！你没人做因为你在起身的时候你会这样，你不了解。不行，你对个头啊！然后脚不可以用跪的，你一起来就直接要把你的前脚的髋一定要转。你现在都是给我这样正面这样踩。From athlete to mentor, she pours her experience and passion into every student who steps onto a board. Her path in surfing wasn't easy, but along the way, her husband Wee stood by her side, her greatest source of strength. 讲完了。阿夏，你又推倒了。偏固执，但是就是有一份那个执着在。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花莲的地方冲浪，然后他光是要滑出去，滑了好像15分钟，明明可以用绕的，他偏偏要硬干出去。他就是一个。现在目前是在我人，就是除了我的父母之外，他就是一个最支持我的人。就是我想要做什么，他就会支持我。对啊，好认真哦。跟先生出吗？就是不要一直玩游戏，没有开玩笑。人家下班玩手机很正常啊。我下班我要做家事他还在玩手机，这样正常。不是，就是他会把耳朵关起来，对。到现在也没有腻啊，没有完全没有，就不会有这个感觉。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有时候亦师亦友，有时候我很难过，在冲浪上面的时候，他就很像我老师；然后他有时候在家务上，我就很像他妈妈。对，可是在工作上的时候，他会变成一个很好的伙伴。很多时候因为他身兼多职，所以很多压力积在他身上，就是因为这样，然后你看他有时候蛮心疼。我有跟他说过，就是说你想做什么，我都支持你，只要是对的事情。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陪着你。对，所以能一路走到现在这样，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互相扶持，才有办法走到现在这样。所以蛮感谢他这一路陪我到现在这样。Wee is her life partner, her teammate at work, and her best companion on every surf trip. Whenever they can, they hit the road together, chasing waves and chasing dreams. Today they've come to Donghe, Taidong. This is one of Taiwan's most consistent surf spots. From October to April, the northeast monsoon means that there are waves here every day. What began as one person's goal became two, then a whole community's. That growing force of passion now fuels Yun-jung's drive to shine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Day after day of training, all for the chance to prove herself in competition. Once again, Yun-jung has earned her place on the national team, representing Taiwan at the Asian Surfing Championships in India.
这次去印度蛮兴奋的，因为没有去过，然后也不太会有机会可以到印度这个国家，但有点小紧张是对于它的那个环境。The waves here are unlike any she's faced before. Each takeoff is a test. Each ride, a moment of total focus to stay balanced on the water. 就是台湾的那个水啊，就算很黄的时候也不会到那么滑，可是印度的水哇，非常的滑，就是我们打蜡已经打得很厚了，可是脚感还是觉得很滑，因为他们前面都是右边有一块 L 角的那个石头，所以它浪是会往石头上打，然后就石头会反弹出来的水面，然后就会造成下一道浪会变得很跳。Before the sea, no one can be arrogant. Even with all her experience, there are still times she struggles to seize the moment or the win. 压力其实不大，就是看有没有办法发挥，都不会有像可能以后就是之后要参加夏尔瓦多那个世锦赛，比起来亚锦赛真的强度是稍微没有那么高，所以压力其实蛮小的。And when standing among the world's best, doubt sometimes finds its way in. 我觉得印度是一个浪点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真的是完完全全跳脱我这几年冲浪的一个浪点。板子的选择让我觉得哇是最明显的感受，这是一个让我很难去找到一个平衡点。Shirong, she's kind of been a person to lay the pathwa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She's been able to represent her country multiple times that potentially sees a qualification pathway to the Olympics. So I feel like that was a really special moment to share in Shirong's pathway. But her love for surfing conquers her fear. Every challenge is another chance to prove herself. For Yun-jung, even when she falls short, the experience becomes fuel for the next rise. 在每一次代表国家出国参赛的时候，我都是告诉我自己，是我可以去各国，就是解锁到各个浪点，然后可以认多这个世界上面更多的冲浪圈的人交流，可以听听大家的想法，可以把这些东西，把我现在出国这些经历，可以去传承给更多现在正在努力冲浪的后辈。She never stops. She just keeps paddling toward the next wave, the next horizon. 我觉得我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在2026年的亚洲运动会，就是亚运，力拼前8名，就是给自己最后一个退休的比赛。For many, surfing is a dream, a way to find a sense of freedom. But for adult athletes, behind that dream lies the quiet weight of reality. At 27, Tsung-lin, known to friends as Dashu, has been surfing for over a decade. His journey began when his father opened a surf shop at Worcester Harbor. Together with his younger brother, he followed the waves and never looked back. 我会开始冲浪是因为我爸爸有在冲浪，然后所以我从小就对冲浪这个活动蛮常看到、蛮熟悉的。然后后来爸爸开店，然后我很长的时间都在海边，所以我就开始我的冲浪。就是当初只是想要多停留在海边，多冲一些浪，然后就刚好遇到一个地方，就是做一点小生意，就这样很随性的开始这样。Worcester Harbor is one of the birthplaces of Taiwan's surfing culture. Its wide sandy breaks and steady waves welcome both beginners and pros. Surrounded by the beauty of sea and mountains, this harbor is a haven that has shaped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aiwanese surfers. 一开始当然是好玩啊，好玩，然后所以我就开始喜欢冲浪，对，然后慢慢的就是有比赛我们会开始参加，也想要获得好的成绩，然后开始觉得有一些地方不足需要加强，所以才开始比较规律的在冲浪跟训练。慢慢的冲，开始有一些成绩后，才有办法选上国少，才有办法参加一些比赛，也是一步一脚印慢慢走过来的。代表台湾出国比赛对我来说的意义，就是一个肯定吧，表示我还能在台湾拿到不错的成绩，然后所以我才可以代表台湾出国比赛。当然也是时刻提醒自己说，希望可以再走得更远，然后再对这些成绩上能进一步的 push。At first, it was all just for fun, joining contests for the thrill of it. But after an unexpected series of good results, he saw new possibilities.
So he began training seriously, improving steadily, and soon earned a place on the national team, riding for Taiwan on the world stage. But the glory of competition lasts only a moment. Most of the time, he returns to daily life, working, teaching, and striving to make ends meet. 因为我觉得目前在台湾，就是冲浪选手没办法当做一个职业，所以我们就需要身兼多职。毕竟我已经27岁了，所以除了追求自己的梦想之外，我们还会当教练，有没有让自己可以活下去？我觉得是要看他自己慢慢的调整，比赛可能会慢慢的选比较主要的场次，然后那其他教练跟学生的互动也都需要时间，然后这样这些教学也需要时间跟精神去安排。我觉得他会就是调整的不错了。选手的时候比较像在自我追求，可是你在当教练的时候，你可以让大家也体会到冲浪快乐，这是我很喜欢的。Off the competition stage, he's a seasoned surf coach. He doesn't just chase waves, he guides others toward their own. In that balance between passion and practicality, he's found his way to live, grounded, yet still driven by the sea. 当冲浪选手跟冲浪教练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选手的话比较多是自我的追求，然后或者是说你需要把一些东西做得更好。可是，在当教练的部分是，我希望我可以带给我学生一些东西，比如说他们的第一次的冲浪体验啊，或者是他们在进步，就是不一样的转换。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我可以对其他人有什么付出，或者是其他人可以带给其他人什么收获这样子。To him, teaching isn't just a career, it's a way to keep his dream alive and to pass it on. 我觉得选手跟教练是一个互补的存在。对我来说啦，在当选手的时候，你反复做一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很乏味，或者是说我们在冲了那么久，冲浪给我们的快乐已经比较少，所以我们很难因为浪给我们快乐，或者我们要比较好的浪，或比较大浪、比较刺激的浪，才会得到一些冲浪上的快乐。可是，在教学这个过程中，学生的快乐也是因为冲浪而来的，所以它可以滋润我这个整个冲浪的过程。如果只有做选手的话，可能有时候会乏味，可能会对冲浪比较失去热情。但如果有做教练的话，就会看到学生因为冲浪而快乐，然后对我来说也是我快乐的来源嘛。或者是你可以在学生身上看到一些你可能忽略掉的东西，或是一些细节。Looking back, he knows his family has always been his foundation. Though his parents worry about his livelihood, their quiet faith has carried him forward through every storm. 看他这样，如果他喜欢做这件事，我觉得是还蛮开心的。那只是说，因为他要出国比赛，然后在做选手竞技这条路，需要环境很多的资源。那他也很努力的去寻找跟练习。我觉得只要他开心就好。只要是竞技，就是他有起起落落的东西啊。我觉得他也从小比到现在，我觉得他在这方面调试的都还不错。我觉得当选手最大的成就感是得名，就是你冲的东西被裁判所认可，或者是说你冲的东西能有得到不错的高分，那我觉得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件事情。教练的话，我觉得就是看到学生因为冲浪而快乐，那我就很快乐。The pursuit of a dream is never easy, but because of it, Dashu's view of life and the world has grown broader, deeper, and freer. 我觉得台湾目前就是冲浪没有发展到那么久。我觉得国外最大的差异就是路人都可以很强，或者是你很常可以遇到一些可能他们曾经也有比赛，然后他们已经没有在比赛的选手，可是他们冲浪水准还是很好。整个环境的强度，我觉得是有所差异，不管是人或是浪况。目前冲浪就是我在旅游的方式，或者是说我看到世界的一些方式。我觉得冲浪不仅是冲浪，它是我生活，或是也是我跟世界接触或者认识这世界的方式。所以即使我不是选手，然后不当教练，冲浪这件事情依然是我热爱的事情，所以我还会持续下去。No one's journey toward their goals is ever smooth. Only conviction can keep you moving forward, wave after wave. 冲浪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对我来说，现在 priority 就是我还想冲浪，我还想继续做比赛或继续当选手这件事情。
我相信随着年纪的增长，做选手这件事情会越来越吃力，所以我觉得，我想在我能做的时候，能再用力做一下。Still holding on to his dream, Dashu once again earned a spot on Taiwan's national team, representing his country at the Asian Surfing Championships in India, hoping to win more qualifying spots for the 2026 Asian Games.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代表台湾出去参加比赛，但是亚锦赛这个部分是这2年才有，然后亚锦赛可以争取一个亚运的机会，所以我想，我当然是有很认真的去准备这个比赛，然后因为我也希望可以去参加亚运，对。In this competition, he represents his nation, but beyond that, he challenges himself. In an unfamiliar country, on foreign shores, he knows that there is no time to hesitate before his goal. 其实一开始觉得印度的浪应该会比较不好，或者是小小，但后来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印度的浪出奇的好，然后我觉得浪很不错。印度的浪很长，然后也比较难一点点，因为它一开始它会先撞到那个他们的堤防，所以它就会有被激起来，然后但是它的浪很长，然后它有很多不一样节奏的变化，然后而且到后段的时候还要再过一颗石头，然后才有办法去做到结尾动作。所以我觉得浪算好，但是在你想要把它冲完、冲长、冲完整这件事情上，你会经过很多节奏的变化，所以不容易反应，然后是蛮有难度的浪的。以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如果太过专注于输赢这件事情上，你很难去 focus 你想要的东西。如果在比赛当下我不会想那么多，我会想要的是说如何把我的表现给裁判看到，或是我觉得比较多的是对自我的要求，就是我想要表现像我平常一样，然后不要有压力，然后专注在自己身上，而不是说我会不会赢。我觉得赢不赢，如果我冲好的话，这件事情自然会发生。He doesn't let defeat break him. Instead, he learns from every fall, finding lessons in every failure. Just like when he first began surfing, he does it for the joy it brings, the pure, unshakable joy of being one with the sea. 我觉得一般般，好像没有这么满意，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可以再做得更好的地方。然后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太着急了，因为那个浪很长，所以你就想要急着做动作的时候，你可能就没办法这么漂亮的把它冲得完整。一些长的浪，你要选择要开始做动作的时间点啊，然后希望可以在自己游刃有余一点，而不是被浪压得那么紧迫。世锦赛就是我们去萨尔瓦多的那个 ISA 世锦赛，它的强度是会比这一次在台东 WSL 6000的强度还要再强的，所以就是你面对一些比较高强度比较强的选手的时候，会比较放心，可以比较平常心的去准备这件事情。准备的差不多，但可能体能或者是肩膀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要去调整跟处理，可能就是去好好表现，希望可以多挺进个几轮这样子。对。In both competition and in life, challenges come one after another, wave after wave. Dashu rides each one with courage. 我觉得目前的目标跟梦想就是我想要比亚运，更长远的好像没有。我觉得冲浪它就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者是说冲浪也是我自己在思考啊，或者是我自己独处的，我觉得一个很好的方式。And through his journey, he inspires others to take their place on top of the wave.